你相信吗？我们眼前的这个城市，居然是在中国最大的沙漠中建成的。60年以前，这片区域只有滚滚黄沙和巨大的沙丘。经过了60年的开垦建设，现在一座城市已经从这巨大的沙漠中拔地而起。截止到目前，有43万人生活在此处。这里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所在地阿拉尔市。阿拉尔市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北边是天山南麓，南边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看现在的地图，它似乎是一座沙漠边缘的城市。其实60年以前，这里也是沙漠的一部分，没有任何的树木和房屋。经过60年的发展，卫星地图上的黄色沙漠变成了现在的绿色，而这些绿色大都是各种兵团人种植的农作物和树木。60年后，这片沙漠华丽的转身，变成了一片绿洲。1953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在阿克苏整编。1957年，农一师接到上级指示，建筑阿拉尔屯垦戍边，也开始了这座城市的兴建。2022年9月，新疆自治区批示阿拉尔垦区设立自治区县级直辖市阿拉尔市。经过了近50年的发展，当年来这里开荒的那批年轻人，把一个不毛之地打造成了这样一个共43万人居住的大型城市，而他们也在此地奉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现在的阿拉尔再也没有漫天的黄沙和一望无际的沙丘，现在的阿拉尔到处都是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城市里的绿化甚至比很多内地城市做的都好，巨型公园就在城市的最中央，各种花草树木、巨大的人工湖、宽阔的广场和现代体育场一应俱全。城市的街道极为整洁，路两旁高大的树木替人行道上的人们遮阴。每到傍晚，无数的人在广场休息，有的跳着广场舞，有的跳着民族舞，享受着这来之不易的生活。在阿拉尔还有一座屯垦纪念馆，记载着这段艰难的屯垦历史，而当时屯垦的主力就是英雄的359旅。今天，狒狒和文涛来到这由中国人从黄沙中白手起家建立起来的绿洲城市，带你去了解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离开了库车，我们并没有沿着独库公路北上，因为我们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地是和田和喀什。快到阿拉尔的时候，因为这里已经处于沙漠地区，公路上的沙暴甚至比我们之前经历的更严重。但是进入城市后，一切沙暴都已经消失，可见这座沙漠绿洲的来之不易。大家好，我是狒狒。我们刚刚到达了南疆的阿拉尔市，今天我们是从库车途经沙雅县开车过来的，然后在来阿拉尔市的途中遭遇了一场巨大的沙尘暴，是我们这么多年人生将近50年第一见到的最大的一场沙尘暴。但是到达阿拉尔市之后呢，风平浪静，而且蓝天白云特别漂亮。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了解一下这座南疆的兵团城市。阿拉尔市呢是位于阿克苏地区的境内，但是呢它也不是完全归阿克苏管理的，它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个直辖的县级市。而且呢这里也是兵团一师的所在地。现在我左手边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所有的店铺除了这个银行上面有维吾尔语之外，别的那些店铺上面跟新疆其他城市不一样的是，只有一行汉语。是因为阿拉尔市有43万多人口，其中90%都是汉族的，然后10%是其他的少数民族。这个在新疆，尤其是南疆地区是很少见的。因为在南疆这边呢，还是维吾尔族的人口占的多一点嘛。然后阿拉尔呢，因为它是个兵团城市，也是一个由外来人口迁进来组成的城市。所以呢，这里还是以汉族人居多因为兵团这边主要就是开荒屯垦然后当年呢就类似于胡杨河市，当年这里也是从我们中国的内地很多城市迁来人在这里居住组成的。说起阿拉尔，很多咱们内地的朋友可能不太清楚，但是在新疆的阿拉尔市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因为呢，新疆最大的一条内流河塔里木河是从阿拉尔穿市而过的，并且呢，阿拉尔市有一座新疆非常著名的高等学府，叫塔里木大学。而且呢，
阿拉尔也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359旅他们在这里屯垦的地方。那我们现在呢，就顺着这条前面一条主街道叫胜利街，我们顺那条路，一路走过去，带大家了解一下这座兵团城市吧。我和狒狒现在走在阿拉尔的大街上，这个城市啊，我一来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它这个自行车道和机动车道是完全分开的啊，很多地方。因为阿拉尔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城市嘛，2004年才设市的，对，所以新城市它的那个城市规划都很好，很科学，很合理哈。对，很安全啊，在这边骑自行车。对，这么长一条道，看我眼前，电动车、自行车都可以骑，然后汽车在那边哈，特别的安全。你看阿拉尔市的绿化就非常好，在南疆算特别好的了。是的。因为阿拉尔呢，它北边是天山南麓的山地哈，然后南边的边缘是已经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所以在沙漠边缘上有这样一个绿洲是很难得的。所以说前面的几棵树，感觉已经有10来年了，好，10年都不止。不止了，就说这个树的年龄比这个城市的年纪还要大。对，挺热闹的哈。对，各种建筑。感觉哈缺少了就是维吾尔族的那种城市的风情哈，就是一看就是我们汉族的城市。对。阿拉尔文化馆、阿拉尔体育馆。嗨，我发现这边的公园花比咱那儿还多哎。对。你看这个是波斯菊。哦。里面那个花我不认识，但是这绿化也太好了吧？是啊。这可是在沙漠边缘上啊。对。我们在视频的开头会给大家放一下这片地形图，大家可以看一下。阿拉尔是基本上是南疆这些城市里面最靠近沙漠的一座，因为它比较靠南嘛，对，基本上是深入到沙漠里面去了。是的，比阿克苏和那个库车还有轮台都是要靠沙漠近一点，比和田都近。所以说绿化简直是奇迹啊！对呀，万万没想到啊！我们现在到这个位置好像是当地的一个公园。对。你有没有看到马路对面的那些标语哈？对。拥军爱民啊，视军队为长城，把军人当亲人。因为这个城市呢，它是个兵团城市嘛，所以在这里呢，差不多就是所有的人哈都是这个医师，然后好多团嘛，好多团长都是这里面的一员，所以在这个城市到处都可以见这样的标语哈。然后我们现在走的这一片应该也不算最繁华的市中心，但是呢，你看后面的高层啊、住宅楼，还有两侧全都是那个餐饮区，是，还是很繁华的啊。对。并且呢，就从这个角度看上去呢，反正是不像新疆，对，也没有少数民族语言，也没有那种伊斯兰风情的建筑哈。是的，什么吃的都有哈，米粉儿。对，因为阿拉尔是实际上也算是一个移民城市吧，全国各地的天南海北的人都有，所以呢，这边的餐厅也是全国的美食都有，比如说你看这边河南烩面。然后那个米粉是当地的，拌米粉是当地的。再往前，大家看到那边有一个老陕面馆，是我们陕西的餐厅。对。再往前面呢，重庆小面，对，这什么都有。是。来到了这个中国人在沙漠中建造的城市阿拉尔，因为我们刚刚途经无数的沙丘抵达这个城市，对这个沙漠绿洲的一切都感到好奇。走到公园当中，这种震撼更进一步，觉得在沙漠中有这么多的树木花草和人工湖，真是难以置信。感叹的同时，我们想知道这个城市是怎样被建造起来的，便找了一个叔叔聊天。原来他在这边已经工作了几十年，他也见证了这个城市从无垠的黄沙到绿树成荫这个过程，于是跟我们分享起了他曾经在这片沙漠中开垦生活的艰难。叔，你是在这边工作是吧？工作。哦，你做什么的，叔叔？我都说我是359的噻。哦，你就是旅上的。哦，好厉害呀！哎，359旅。哦。说你来多少年了？40多年了。哇！你跟12年我在这个地方的嘛，有啥嘛？40多年了。啊。那你老家那边还有亲人没有？有。
哦，那你多长时间回一次啊？这10多年没有回去了。原来这时间父母亲在家的时间，4年一趟假嘛。说以前这个城市是不是就这样子的？还是？就说话长啊。哦，这什么时候绿化就开始这么多的？我们今天来的时候，旁边都是沙漠呀。算很绿的地方了，别的地儿都是沙漠。这10年前对才绿化的。哦，10年前的绿化。以前就是城外面都是沙子什么的。哪有城嘛？哪有没有城啊？前面的这个路就是通往，下面还有好几个团通往这个大路，大路两侧。这不是就这么大的沙洲池，路上的灰这么深。哦，这么深的灰。红绿砍下来铺在路上。哦，红柳是吧？那个路都是柴火填实的嘛。那现在这边绿化这么好，就10年时间就建得这么好。哦，那好厉害啊！说那这树都是以前直接买大树，还是小树长这么大的？这些树都是都是口里来的。口里来的，就内地。就要运过来的啊。口里对，都知道内地嘛。口里来买下的小苗苗，路上。说那这树怎么养活的？有水吗？这放水嘛，有专门管子的人嘛。有塔里木河。对，就塔里木河里的水啊。塔里木河去过没有？我没，刚来，我们下午刚回来，下午刚到。我们从沙雅县那来的。对，库车沙雅那边。沙雅。我知道了。哇，那一路都是沙漠，下午还有沙尘暴啊。对。没有了，现在气候变了，没了。哦，现在没沙尘暴了啊。现在气候好了。说以前这边沙尘暴多吗？原来的时间，我在这个地方看，14级台风我都经过3次。哦，这个地方有14级有风啊，14级风。14级台风，这树都刮走了，我到了建议，那接着10公分。那天都是黄的。那远远的看是就。晃的一层墙，对，就要来了。哦，就跟沙漠那个对沙尘暴一样，就是那个黄色的墙往这边跑的那种。对那现在能这样真是不容易啊。对，坐。叔，你坐点，叔，你坐。叔叔，这阿拉尔市旁边能种什么农作物呀？棉花。啥都可以种。什么都可以啊。小麦、玉米。有水就有东西。对，有水有东西是。哎，叔叔，精致。那以前都是沙地，那最后怎么样能种粮食呢？能种菜呀什么的？这个地方你看嘛，就这么平。后来人不是多了吗？对。机械化的程度高了。对。就把他们那个树啊撒爆，日晒而光。对这些地方都是果园啊、学校啊。对。有单位。棉花地啊，对，这个地方的现在这个地方的棉花、木材可能是平均都是600公斤左右吧。哦，那很高啊，很厉害了。叔叔，你在这边种过地吗？啥没有种过地，我啥都干过。哦，你种过什么农作物是吧？小麦。小麦哈。哦。棉花。这还可以种水稻啊！也可以种啊。哦，厉害呀！这个地方是个好地方，这个。我们陕西都种不了水稻。是。叔叔，那您的意思就是您年轻的时候哈，这边的生态环境没有现在这么好啊？这很差了，是不是说？很差是很差。20年前那。我是72年嘛，我72年在这个地方来的，你们算算嘛。对。20多岁、25的这个小伙子，但是来到这个地方嘛，都是生了好几只。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公园的腹地了。你知道这叫什么公园吗？这个叫阿拉尔市屯垦文化公园。哦。屯垦，因为到了阿拉尔市，就到处都是那种军垦的感觉哈。对，就是感觉处处都有先辈在这里把沙漠变成绿洲的那种奋斗的身影。是。对，而且这个城市啊，老年人很多。对。都是口里来的。新疆人说的口里呢，其实就是内地。对。从那个。除了新疆以外的其他省份过来，他们叫口里来的。是的，那个口就指新兴峡那个口。对，现在是有整1代甚至2代，至少2代人吧，在这里奉献自己的青春哈。是。把这里从漫天的黄沙变成了现在这样子，郁郁葱葱的。对。真是很难啊。是的。看
看这满池的荷花，我现在是在大明湖畔。其实这里是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真的太难想象了。其实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城市已经有2-3个小时了吧，但是一直在感叹这个地方的，空气又湿润，绿化又多，一点点都不像沙漠边缘的城市。因为大家看我们前面几期的视频，我们是一路上从若羌、且末，然后往上到轮台，又到了那个库车。包括后面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可能过2天就到和田了。大家看一看这个沙漠边缘其他城市的样貌，再看看阿拉尔，真的不敢想象哈，他们是在同一片沙漠的边上。是的，真的像江南水乡一样啊！对，水太多了。而且这种亭台楼阁，然后旁边的柳树、垂柳啊，太漂亮了。真的有凉意哈！你走在这边，哇，这没有风啊，你能感觉到那份凉意。看，现在其实天已经黑了，已经10点半了。你看现在还是蓝天白云都能看到。对。然后下午的时候，我们从沙雅县那块过的时候啊，那个漫天的黄沙，大家应该看视频都看到了吧？对。2个世界。是。这边太厉害了，我们在这边已经见了5-6对跳了广场舞的，有跳民族舞的，有跳老年舞的，还有跳那个什么街舞的。旅行到沙漠中的城市阿拉尔，我们在这个城市的商业区转的时候，就发现这里的楼房建得格外多，餐厅也很多。虽然说城市里有40多万人口，但是想到这里是沙漠中的城市，感觉房价也不会很贵。结果跟当地的大哥了解后才知道，这边的房价有的甚至能达到5000多元每平，而且房子居然还供不应求。在路边，我甚至还看到了房地产开发公司。奇怪的就是，你看这个城市建得很漂亮嘛，而且它那边有个什么地产公司，什么地产，所以说明这边也在搞房地产开发。哇，真的很厉害！有房地产开发的地方，说明这城市真的建得很不错。大哥，这房价多少钱？这边我看到还有房地产公司呢。4700吧，是不是？那挺贵的。哇，这地方都4700，这么贵？5000多哎。这就是这个地方房价比这个地方都有4700。不过这地儿环境确实很不错啊。是。它这个城市有人买房吗？有哈，多哈。哦，好厉害呀！你们老家是哪儿的？四川的。对，我们老家是我们生活在这里，生活了40多年了。哦。来的早。就是当时屯船来的哈。我们婆是那一代。自己来的。哦。当兵的这个地方来的。你们刚来的时候，这边是不是那个风沙很大哈？风沙大。城市也没有树啥的。都是土块房子啊。哦。那个是土块房，你们肯定想象不到，就像这种。那个土块这么大的一个这么土块盖房子起来的，这啥时候？那时候这里还没城市。那有沙漠在旁边是吧？沙漠有啊。大哥，那你们刚来这儿的时候，是不是城市边缘也有沙子，就没现在环境好是吗？它的这些都是沙包，都是沙包啊这儿。哦。这个阿拉尔建这个阿拉尔市嘛是吧？对，阿拉尔市建了10多年。哦。建的这个城市阿拉尔市嘛，建10多年。那现在这儿绿化蛮好的啊。现在它新建的城市，它各方面规划肯定可以嘛，是吧？它规划各方面。大哥，这水都是哪儿？都是塔里木河的水。对，塔里木河抽过来的。哦。塔里木河，这塔里木河就那边有一条河，这到头就是一条河。哦，这样子。这个沙盘就是阿拉尔的整个的城区，哇，真是酷！能看到塔里木河穿城而过，河的两岸都是建设的非常好。这个好像我们昨天过那个齐拉大桥啊。对。真的酷。塔里木上游真是宽啊。对。塔里木也不是那个阿拉尔市也太大了吧？对。其实阿拉尔跟库车还不太一样哈，阿拉尔的人主要在各个团场啊。对。但市区规模也不错了。是。主要是从这个上面都能看到树好多哈，外面确实树很多。主要是塔里木河感觉太大了，在上游。对。你看哈，这边缘就是沙丘，看到没？对。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包括往那边走，这一圈都是。对。但是我们在这片建了这么大一个城市，而且旁边都是农田。
在阿拉尔市区的时候，除了上下班的高峰期，我们并没有看到很多人。没错，在这个沙漠中的城市，这边也有上下班的高峰。因为阿拉尔是一个农业城市，很多在当地从事农业工作的人们晚上在城市里休息，白天去周围的农场从事农业生产。而塔里木河的河水灌溉着沙漠中的绿洲，这里有着大量的棉花、水稻等各种农作物。现在我们来到了阿拉尔市的屯垦文化公园。我身后的这个纪念碑呢，就是阿拉尔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这座纪念碑的顶上刻了3个数字359，这里也是为了纪念359旅他们来到这里开荒而建设的。现在的阿拉尔市呢，就是以这个公园和这个碑为中心，往周围辐射出去一大片绿洲。从此之后呢，阿拉尔这个地方再也没有沙尘暴，然后周围的沙漠呢也都往后退了很多公里。那现在呢，这里已经是大家看看，绿树成荫啊！对，鸟语花香，绿树成荫，随处都是一副绿意盎然的景象啊！真的，我们在那儿走的时候，那边还有荷花，正好有菊花。是的。对。哇，真的什么花都有，还有柳树，太牛了！哎，看那边就是荷花池，我们昨晚拍的。我先在这儿坐着歇一会儿。在阿拉尔这个城市啊，真的特别的凉快。你只要不站在太阳地底下，站在下面的话，哇，这个凉风吹着，绿柳扶树的，特别的漂亮。啊，哇，你敢想象这是在沙漠里建的城市？现在我们走到了纪念碑的脚下，这座纪念碑的中间刻着几个大字“屯垦戍边纪念碑”，然后下面有雕塑，另外呢还有一首诗：“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这4句呢也是，非常形象生动地表现了359旅光荣的历史。在这个屯垦文化公园的对面呢，就是阿拉尔的市政府了，所以这一块整个都建得非常的漂亮。看这个政府大楼也很气派，新城就是规划得好。中间的话一大片区域，好几个公园，我们昨天在这儿走，然后围绕着公园呢就是居民区什么的。对。这反正在新疆这边，尤其是南疆的城市是极少见的。是。这么多树，这么多绿地。对。其实我感觉这比我们北方，就内地北方好多城市都要绿化要做得好。对，好多了。对。我跟狒狒现在来到了塔里木河旁边，这个就在阿拉尔的城区里面穿城而过的，这部分就是主城区了。然后河在这边，在河的对面嘛，还有一些城区，但是主要以种植庄稼为主。旁边，在这个塔里木河的旁边还有一个跑步的一个步行道。跑步哎。对。我咋没发现呢？好吧。这边看着不是很大哦，但是其实这是一小部分，那边还有更大的。对，中间的那一块地面，那是一个沉积岛一样的。对。就跟我们之前拍的伊犁河一样，它中间被一块小土地隔成了两条，算是一个冲击带啊。对。那边更宽。对。之前我们听这边生活的一个叔叔跟我们讲说，这个河最宽的时候3公里呢。对的。现在是稍微窄了一点点啊。对。塔里木河是中国最长的一条内陆河，它的全长达到了2170多公里，将近2200公里。在新疆流经了很多区域，可以说是南疆的母亲河了哈。它最早的时候呢，它的终点是注入罗布泊的嘛，但是后来随着水量减少以及河流改道等等，后来呢，在现在的若羌玉林那一块就已经到终点了。但是它依然流经了南疆绝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它。这样子东西横穿了整个塔克拉玛干沙漠，是的，很厉害的。在这个沙漠中的绿洲城市，我们休整了2天。前一天，当地的2位大哥跟我们讲了他们在沙漠中开荒的经历。第2天，我们去了阿拉尔的农垦纪念馆，想更多的看看资料，了解这段长达60年的沙漠开荒历史，也想要看看几十年前他们的工作生活环境是怎样的。也想去搞清楚是什么原因能够让这些人奋斗终生，在沙漠中白手起家建造了这样一片沙漠绿洲。下面跟着我们去看看曾经这些先辈们的沙漠开荒史。大家好，我是狒狒。
今天我们还在阿克苏地区的阿拉尔市，这里是兵团农医师的所在地。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参观一下身后的这座359旅屯垦纪念馆。说起阿拉尔哈，一定绕不开的就是359旅。经过359旅他们多年的辛苦，现在呢，阿拉尔这块已经由荒漠变成了绿洲，这些都离不开他们当年的奉献和牺牲。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了解一下359旅他们曾经的光辉历史，以及他们在新疆阿拉尔征战的历史。现在的359旅屯垦博物馆呢是免费参观的，然后这块有这个前言里面已经说过了啊，屯田是中国古代农耕民族的伟大创举。实际上从商周时候就已经有雏形了。那比较有规模的就是从张骞凿通西域，我们在这边开始了屯田。你看以前我们就是有很多的诗都可以证明哈，比如这个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其实也就是说的是这么一个事情。然后这边也有汉朝的晁错，他写的喜民食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无系鲁之患，就是都是讲的是当时的我们在西汉时期的屯垦制度。屯垦呢，一方面到了西域开垦了当地的荒地，然后促进了农业的生产，另一方面呢也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团结。我地上这些脚印啊，就是记录了从秦代到汉朝还有各个时代的屯垦戍边历史。其实最早的那块是从公元前15、16世纪就开始了，在商周那会儿，但那会儿就是雏形哈，真正成规模还是从西汉开始的。你看它这块到从公元那个0差不多往前到200多年，这块就是特别多了。就是在两汉和三国时期，对西晋三国，特别密集哈，这个脚印。其实挺有感觉的哈，前面就是纪念馆，然后这块那种历史的脚印，对，前行。359旅那些年真是南征北战哈，连毛主席都夸他们说：“你们到东边安全，你们到西边安全，你们是一支能打仗会生产的部队。敌人不来就生产，敌人来了就拿起枪战斗。”其实这个也是当时最早时候兵团的那个设想哈。你看这里有以前他们工作用的一些农具、镰刀，然后你看这个草鞋比他们红军就是过雪山的时候那个好了一点点，但还是很简陋。对，然后煤油灯，对，煤油灯。这里应该就是当时359旅刚到阿拉尔这块的情况，这都是土坯房，然后结婚呢也是用这样的房子。我们昨天晚上在公园碰到了一位叔叔，他告诉我们他70几年的时候到阿拉尔刚来的时候都住这种土坯房，根本就没有砖做的房子，全是这种土的。然后这个是那个磨石碾子哈，做粮食用的土坯房。这就是后面它一点点在进步嘛。这个已经很好了哈，相对好了。这边已经变成砖房了。对，就是历史上的这个地方的居住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是有80年代的感觉了，70、80年代的感觉了。前面那个展馆主要讲了359旅从诞生以及到后面长征以及如何进入新疆的过程。那这个展馆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参观的一个重点了，因为这里呢讲的就是他们到达阿拉尔之后呢，如何在这里兴建新的家园的。其实也不只是在阿拉尔，整个的新疆、南疆、北疆都有建设兵团的身影。他们在这里呢，一边与风沙搏斗，然后开垦那个沙地做耕地；另一方面呢，也在到处的兴办工厂，以及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就业。那现在我们在阿拉尔市周围哈，可以看到好多，我感觉起码在100家以上的纺织厂，打开地图都可以看到。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地图，定到阿拉尔市周围的纺织厂，大大小小的，包括我们很熟知的什么杰里亚，都在这里有工厂。因为现在伊势这边好像棉花呀，等等，就是纺织用的材料，它种植的是很多的。当时的人们在地里劳作，根本没有时间回家做饭吃饭，他们都是在地头就用这种简易的桶做了一个锅灶。包括你看像这边都没有时间回家带孩子，都是把孩子带到地头，然后在这边给孩子补补啊，都是这样子的。对，当时真的是艰苦啊，就在
就在地里面、田里面，边干完活给孩子喂奶。哎呦，这都是当年西进新疆的时候，尤其是在沙漠戈壁里面用的指北针。多当年的非常珍贵的老照片，看上面的左上角第一幅，49年10月，步兵5013团穿过星星峡，以前的星星峡。然后第二幅呢是过那个冰峰，拉着牦牛，天！在下面这个呢就是49年的11月，也是走的荒漠戈壁向南疆进发。然后49年12月，横穿塔克拉玛干恩大沙漠，向和田进军。哎呦，太害怕了！我们沙漠是走了好几遍，知道是什么样一个景况哈。他们在12月的时候徒步穿越，当时也没有路，而且很容易迷路啊，也没有补给，挺恐怖的。然后这个就是那个进藏的先遣连从阿里向西藏进军的哈，喜马拉雅。这边的几幅图讲的是他们到新疆之后啊，在田间用餐，然后修路架桥，开垦屯荒。